你吃过不囧14杯的老字号吗？很多人认识不囧，却不一定认识这里。但对附近的人来说，这些店已经陪伴他们很多年了。这15年了，10多年，做了20多年，这间店有30多年了40多年了。有些味道看起来很普通，却一直有人回来。3只螃蟹66啊。5 sampai habis dagangan 8 setengah 9.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吃不囧14杯的老字号，先从这家开始。那天有观众问我们什么时候来不囧，今天我们就来了。上6点到1点，每天都有开每。天都有。如果是拜六礼拜，我是到3点，假期也是到3点。这里做15年了。耶！今天第一站就可以上车吃了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一直喜欢上车吃啊？因为我们的拍摄我们会抓比较多的角度跟镜头啦，所以我们比较需要一个环境，坐在那边慢慢去拍摄，而不是我们真的喜欢爬上车吃。当然有车有人气也是不错啦。这个油条呢，它是脆脆的，不会讲很油啊，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它是干香干脆的。只是说，我觉得它的面皮来讲，它可能没有到这么鲜香，香气还没有到心目中的第一，是不是？比起我们吃这么多家，它算是一个不错吃的油条。这个马脚来讲呢，它的芝麻香气是很足的，只是说我觉得它的面粉来讲，它是做的比较厚身了一点点，吃起来它是很扎实的口感，就取决于你喜不喜欢这种口感啦。目前来讲试了2样，它都是炸的蛮不错，不会讲很吸油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加分这一点。我们都没有在油条站买过这个糯米的，很少有机会，刚刚好还有糯米。这个糯米来讲，它就会稍微带一点小咸口，口感是糯糯的，很清凉。它这个五香我觉得很不错，比例我觉得它拿捏到刚刚好，它不会讲放的太多，但是它的五香的香气是刚刚好，再加上它上面有这一个芝麻的香气啊。红豆就是蛮常见的一个红豆啦，觉得有点厚身了对我来讲。可是这样子你才可以吃到它的面粉香气吗？对我来讲呢，它不算是很厚身。今天就是来猜老公台。吃来这样都跟你会比较推哪一个？这5样吃下来了，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是它的原味的油条、糯米跟这个含金饼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它很不错的是它不会很油。这2档都是你的。对，这是我哥在这里7年，可是我们是做了20多年。这里是7点多，高1点8、1点多这样。 2档都一样。对，休息拜几？ 1个月2次。跟着茶室啦。对，以前爸爸妈妈是做都是做吃的啦。汤底的味道呢，就不是讲很纯猪肉粉的那种汤，它就有一点点酱油的味道，又有一点点冬菜的味道。我觉得它米粉不错啊，它用的米粉是那种比较有韧性、比较有口感的那种米粉，就不是那种你一咬就脆脆的。肉碎来讲，它是蛮滑口；味道来讲，我觉得它是有那个蒜米香气，质感很新鲜。整个是蛮嫩的，很好吃的。它的肉片来讲呢，我觉得它切的稍微比较厚身一点点，所以你吃起来就有点口感，吃起来它是嫩嫩。这一档呢，它是有原味的跟苦瓜的，所以如果是原味，它就是配这个菜心；如果你是选苦瓜的，它就是苦瓜啦。汤底来讲，我觉得它就是偏向于比较传统、比较kampung style 的那一种咖喱面，稍微会偏辣一点点。这一个咖喱面来讲呢，它有给西ham，而且它的西ham很大颗。新鲜吗？西ham是很新鲜的，咬起来就很像你在吃那种蘑菇的，它有那个韧性，有给猪皮，有点像你在咬 jelly 蒟蒻这样子。它倒泡就是细满的咖喱汤汁啦，有 fish cake 有豆芽，然后有给这个切鸡配在咖喱里面就可以解腻了，就不会讲太单调。刚刚在吃那个粉的时候呢，就显得很好吃，因为它的粉细满咖喱汤汁，咸咸跟辣辣。整体吃下来这2碗我都觉得不会到很惊艳，但是还是 OK 吃的。Boleh beli organic bunga dengan campur lah. bagi ni putih ni hitam tak ada gula, ini ada gula. Buka 9 sampai pukul 5 tiap-tiap hari ada. Sunday. 这边是写的是2001年开始的，到现在25年了。刚刚我看到那边贴着是讲，如果你带它瓶子回来，它可以再回扣给你。可惜老板不在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玻璃瓶啊，然后是有机嘛什么。等下我们再试看它的味道。然后这间店它是在这个 Hero Market 的隔壁而已，它就比较后巷这样子的。
还有吗？包包有有什么出名啊？你这里不带包，有椰丝，有叉烧，全部你们自己做的，手工做啊自己。做的然后馅料自己炒，啊，现在自己炒的，也是有粽子也是自己包的。哦，粽子也是有的。你自己研究了这些？啊，对，3月丢鞋的。上月丢鞋。我们是6点多开到晚上10点，有休息吗？你们星期一每个星期一休息啦。 2个礼拜一次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试看这个包包了，还有刚刚买的豆浆。所以我们点了5个包，最出名的不带包，刚刚在现做的叉烧包，然后2个椰丝跟1个咖喱猪肉。先试浅的口味先。它的椰丝是很新鲜、很香的，好像早上巴萨买回来那种，带一点淡淡的椰糖香气，然后不会过甜。感觉很像在吃椰丝面包一样。对对对，只是它的皮是真的稍微粘牙了，压了一点。应该是用新鲜的斑斓叶搅成汁，然后再加进去的，所以你也看得到它有一点点像叶子的那种渣。新鲜的斑斓叶它炸出来就有一种青青草原的味道。配在这个椰丝里面，我觉得2个香气都想要争，但是你不懂它真正要出来是哪一个味道，它就有点在打架的味道。这个斑斓对比刚刚椰糖来讲，我比较喜欢椰糖，因为椰糖比较突出到那个椰丝本身的香气。它整个叉烧包的味道呢，它就很像你买叉烧包，它送你肉包，叉烧包里面有那个大葱的香气，不会吃到腻哦，跟平常我们吃到的叉烧包是不一样味道。这个是叉烧包跟肉包生出来的孩子。叉烧生肉包，真的也是要看你能不能接受大葱啊，我觉得是不错。你不能 expect 哦，我要吃传统叉烧炭烧味道的那个叉烧包。咖喱猪肉是不是偏肉碎哦？咖喱香气是蛮浓的，咖喱很香，也是有搭配了葱头，吃起来就会有那个鲜甜了。只是我觉得不够鲜啊，它的东西不会很鲜。要打败那个吸血鬼了。来，你去下一间讲话是老板娘给的。不用紧，我们有豆奶压压惊。这个不带来讲，它的辣是到最后尾劲是越来越辣，比较可惜是真的，我觉得它蒸太久了，今天的不带也有点过软，辣椒的味道也变成有点吃不太出。比较喜欢的是它这个原味的椰丝叉烧包，就看你喜不喜欢啦，因为我觉得是蛮特别。不带来讲，我觉得下次可能有机会再试试看，就是说新鲜蒸出来，第一轮蒸出来，可能那个味道会比较准确了。豆花本身是没有甜的，所以它就需要靠这一个糖浆来提升它的甜度啦。比较 surprise 的是它的这个糖是很香的，姜汤还是黑糖？蔗糖有那个甘蔗香气，它的糖原本的那个不要倒糖的就是纯豆的味道，它不到是太普丁那种嫩嫩软软，它又不到那种豆花的，还是 jelly？ 接近了啊，这样讲就是了。就很像你刚刚挤那个豆的汁出来的那种味道，很深的豆味，喝不出那个蝶豆花的味道。哇，蝶豆我 expect 了的，为什么还会去选？因为就看它蓝色，贪新鲜。哎呀，我们现在来这个，据说是很多人会来吃的鸡肠饭。我们是7点就开了的，星期1到星期5到5点这样子咯，2礼拜到2点，holiday到2点多。全部快4了一间。啊，他们开始只是这个豆腐是2块1。爸爸做到现在40多年了。这一个就是在小学对面的档口，然后这边对面来呢，它就是这边2排店呢都是补习中心，小孩子一放学了就要去补习了。还好我已经过了要补习的年龄，你好命，你孩子都在补习了了。我不好命啊。老板自己也很坦白讲，就是很普通的配料。一打开这个盒子的那一刻，我知道为什么这样普通的配料都这样多人会来这边打包来吃啊。它的咖喱很香。对，最近吃了好几档的猪肠粉哦，然后我们发现了很久没有吃这个圆的，所以今天特地点圆的这个来吃。肠粉是很普通的肠粉的，可是它的咖喱汤汁是伴随在背后，哇，那个咖喱是真的够香。它的灵魂是那个辣椒干，有蒜米的香气，就很像没有味道的鸡肠粉，瞬间都变到很香了，很好吃。然后刚刚我们点的是混酱，甜酱加咖喱酱，跟还有什么酱我都加了，有辣椒有这个虾米了。整体吃下来我觉得很好吃，就要被吃完，再一口一口就没有了。你对，等下转个头还没事。
很丰富的一个凉茶香气，但是少甜了。这边都是现点现酿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啊？鱼肉还是掺？这个鱼肉焦鱼，没有掺猪肉的啦。没有掺的。10多年了10多年了，那个1980不是？那个是我以前爸爸不在了，爸爸妈妈给他轻松一下。是了，小学都听到。所以你以前读书就过来这里。对对对，我们10点半到下午3点，然后5点半到晚上9点。哦，有2个时间啊。对，休息是星期3，假如有假期是星期3我们照做，换去星期4休息。这一边呢也是跟安邦一样有3家，也是在隔壁，但是这边会稍微远一点点。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小学的对面，这一边呢他们会给你大碗汤，然后会有蛮菜的这个汤。素仔菜汤，至少还是真的有素仔菜的味道。这都素仔菜还没有素仔菜的味道，就很夸张了。喝得出来有鱼鲜味，算这是浓郁的、很鲜甜的一个汤底。这边的酿料呢也是猪肉为主，有点像你在吃 fish cake 样子。辣椒跟苦瓜它会先炸一轮，然后再放进这个清汤里面一起再煮一下，又有带一点点那个炸过的香气，但是它不会到很油啊。我觉得这个是它煮法不错的地方。它是老豆腐还是嫩豆腐？嫩豆腐。如果大家加酿料的时候，你要白豆腐，你跟他讲就好了，因为它不会让你去加，它真的好嫩。它是稍微比豆花再硬身一点点的，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加碎了，所以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挖。我觉得馅料是另外给的，比较有点 surprise 的是它的辣椒，我第一次觉得辣椒会不一样，虽然刚刚是有被它呛辣到一点点，但是它的辣在这里好像在吃那种咖喱鸡的那种香气。这个岛包外面炸到刚刚脆脆，里面的那个馅料又有弹牙嘛，所以整个吃起来搭配是蛮不错的。我觉得它炸的蛮厉害的是它不会过油，这个整个子吃起来还是稍微油了一点点，因为毕竟是豆皮，它里面还是会藏油的。但是它的这个豆皮呢，它是很香，整体吃下来呢，我觉得馅料是做的比较弹牙，最重要是它不会做的太油腻，我觉得这个是它比较加分的地方啊。你们开很多年了？20年。更加的鲜甜，带着这个马尼菜的香气啊，有一点点鲜。它可能是煮了再煮，但是是好喝的。这个鱼蛋来讲呢，不会到太弹牙，但是它的鱼肉香气也是蛮足的，它是放香菜。是啊，做菜来的。白豆腐的话，大家要自己跟他们讲嘛，因为它没有放在桌面上。它的白豆腐不一样，是因为它有再过一下油，像外层就起来什么皮样子。是不是因为它的汤够咸，反而它的酿料就会更香？对，你喝下去是咸的，可是你吃它的配料是好吃的，反而更好吃了，它极鲜了。口感来讲不会太弹牙，但是你可以吃得出它是鱼肉蛮扎实的。苦瓜是有炸过一轮了，然后它再拿去穿烫，鱼肉的香气搭配着，它就真的有点像焖苦瓜。它的豆腐包是软软嫩嫩的，不是讲干干柴柴的那种。它就是还在猪皮的，反而它的豆腐包是有 surprise 到我，很好吃一下那个。呀，所以咯，它当头咸，你去吃它配料还有很好吃哦。它的辣椒是一开始是甜的，可是你再咬下去，然后是辣，就有点辣的辣椒。炸豆皮很香哦，满满豆香气，然后它蛮强的是它不会油，甜甜的炸水饺。它的外皮没有到很粗，但是它的馅料是很加分，吃起来还是蛮juicy的那种口感。整体吃下来，我觉得这家也不错吃的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抓你去卖。真的很有咖啡 feel， 它里面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咖啡啊，怕等下杂音太多就坐外面。在 Google review 里面，他们是介绍它的 scone， 有饭有面那些，有蛋糕有咖啡啊。接着先去个厕所，客人要包了，从早上排到现在了，急了。我先上厕所了。我安迪脸是包了。
亲我这边的环境。原本以为它的薄荷只是白色或者，结果它是有搅碎一些放在水里面，有酸梅跟这个鸽子的味道，有点三毛一点，是不是？这样比较偏向马来风味的，是不是？它的营业时间是8点到5点半。星期一没有开门。上面这一层是很香，还有点焦脆的。只是说，我觉得它的内馅来讲呢，面皮是比较的扎实了一点点，跟平常你吃的 scone 没有到这样松软的感觉。比较像是我在吃这一个 butter cookies 这样。它这个 strawberry jam 是用很好的那种 strawberry jam， 吃下去的时候它就是 strawberry 香气蛮浓，加了更反而更加的油腻一些。我觉得原味比较好吃下去。青青草原的抹茶味。这个抹茶是你一吃进去，它不是讲一开始就吃到很重的那种抹茶味啊，有点像是那种 green tea 还不到抹茶的那种香气，后面才慢慢有那个抹茶的那种色，它才慢慢出回来。然后这两个是一个是 tomato， 一个是 ham and spinach。你有知道来自八拜的力量吗？我们才长那个菜的饼干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对我来讲啦，它是好吃的。它就是很像我们吃那个蔬菜的酥扒饼，如果你能接受那个蔬菜的味道啊，是不错吃的。哎，你没有讲它的 ham， 吃不到它的 ham。它的 ham 反而就没有吃到太突出了，好吃。ham 黑哦。scone 每次都是吃甜口嘛，在第一次吃到咸口，而且这两个咸口的搭配都蛮创新、蛮创意。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有掺一点cheese啊，它就是很像你在吃披萨，这个酱汁哦，它是辣辣的那个含义。你当然这样吃会很奇怪，可是你突然这样沾下去的时候，它又提升了整个 scone 的香气。我觉得这个是蛮神奇一下的。我觉得 cranberry 的会比较好吃。不能接受创新这个，反而是它的咸口让我比较惊艳一下，可以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 scone。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，拜日就下午4点开始到10点，所以每天都有了。每天都有。这个 set 是就是每天都有了。每天都有。OK。拜日没有啊。现在4点了，太迟了。所以我们就叫一个 normal 价钱了。我看很多人是讲炭烧的猪排是好吃的，是吗？你包场了啊？对，今天我来包场了。果然是 Daddy。刚刚它是可以选2个 side， 还好我们一个选薯条，一个选香肠，没有选到 salad， 不然你就2份 salad 了。哇，应该有炭香味。整个猪排就是很浓郁的这个炭香气啊。肉来讲呢，它是不会到很干哦，它吃起来是有嚼劲，然后它是带一点点嫩度的，它不会讲到过薄，也不会讲到太厚。它的酱汁就是有那个香茅味，一点点甜甜咸咸这样子的。然后它的 price 给到很像不用钱这样。香肠也不是那种很廉价的香肠，蛮有香气的一个香肠。它有几种 sauce 可以选，还是不要加酱汁比较好。我觉得它原汁原味的这个猪排已经是很好吃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它的酱汁是给你沾 fries 那种的嘞？这样奢侈。好大动静的一个切猪排。所以是有啦，3只。有3只，什么口味都有。有时候会3只哦，所以偶尔会上下的哦，还好你有讲。可是今天是66。对。这些是哪里的螃蟹？ 1年了些，20年吧，20多。怎么会来到这一家呢？因为刚刚早上我们在那个包店，然后呢停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招牌3只螃蟹66，我也是怀疑一下是不是真的有，所以我们刚好吃了几家，我们就过来，是真的有3只66块，就是那个 size， 就是大家看到的 size 啊。大家可以先问清楚价格，再决定要不要吃。但是它的价格是 net 啊，就是66就是 net， 没有在 plus。再来一杯，跟着去美来解腻一下。回到锅点了 ，OK， 主要也是看隔壁桌叫满了这一个在续名，我们也跟着叫个在续。这个龟头米也是他推荐的，看了很多人推荐也是这一个，所以试看。它的菜本身是带一点清甜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脆口啊。它的咸蛋比较油腻一点，没有这样干啊，炒的好。穿上你的手套哦，要帮那个螃蟹 ICU 了，做手术了。来给你好的手套。它的酱汁很像那个咕噜油的那种 tomato sauce 这样子，然后是带一点辣，再带一点酸，蛮解腻，蛮好吃一下的这个酱汁。它就很像咕噜油跟泰式这样结合在一起。对。哇！它大个哦，肉质是很新鲜、很结实的螃蟹。当然咯，现点现嘎的。好嘞。
那我们回去敲，功德加一，功德加一。也是要强调一点啊，因为大家看到 video 是现在，或者有可能是1年后、2年后、3年后，这样不能确保它这个不会一直持续的，所以大家吃之前还是自己问清楚一下。对，这种螃蟹吃的最多的是我脚，我吃了多少只脚？我的一只螃蟹有16只脚，怎么吃都吃不完的，我就奇怪了。螃蟹是可以打包的，打包我们加2块。如果要问价钱，可以打这个号码吗？Sini buka pukul berapa? 5 sampai habis kadang-kadang 8.30, 9, 10 tak tentu lah. Lepas saya dari kerja kena buang kerja lah. So saya try ni lah. Resepi yang Kak sendiri lah. Sendiri punya. 这边是 apa manis 的 idli 跟 tosek 素的鸡啊 vegetarian petai 跟 keran siham 来的，那个是 chicken rendang 跟 chicken masala baru masak merah 你是都花小？他名啊。我觉得应该大家要越来越早了，因为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认识他这个档口，就也蛮多人推广的，所以我也是被推广来了。他就在汉民小学的外面这边，这是早上我们吃的猪肠粉的同一排完了。哇，他的饭香了。它的那西lemak很香哦，不是那种很椰浆的味道，它反而是用姜、用斑蛋跟serai给很香。香，那个姜的香气哦，它的白饭。你一开始吃是姜，到后面你吃它就是 serai， 而且它现在还有点热热，我觉得吃起来是蛮好吃的。哎，我们又在吃不带了，很好吃，很新鲜，配着一干比利斯炒的比较辣口一点点，新鲜的不带就是好吃，真的是会不一样，真的是很香的不带。现在鼻腔的孩子有不带回香，一个本来属于马来风味的食物，被一个印尼妈妈煮到它的味道变成真的是马来西亚的味道了。那些人嘛，跟它的这些印度风味的这些咖喱都做到很好。Chicken maru它用的是鸡胸肉嘛，所以鸡胸肉就会稍微的比较干身一点点，它就没有到这样滑嫩，它就是一个素食的肉这样子啦，所以就是豆制品了。饭真的是厉害。咋地要这么感动吗？很感动，我不知道怎么一直流鼻水的。在福建真的很感动。它的炸鸡对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稍微的普通了一点点。鸡肉来讲，它是属于嫩的，就是肉不够入味。它的皮的香料都很香，真的。可能腌到还没有够久就拿去炸了。对，整体吃下来，我觉得它真正的灵魂是它的这个那些了嘛，尤其是配着它这些辣椒三巴的时候，你会越吃越感动。Morning 7 o'clock you open until 10 o'clock. Rest day? Sunday claypot is available 5:30 onwards. 好，烫嘴。要吃这个的话，大家稍微等一下，因为刚刚应该我在厨房有接近了20多到30分钟，是不是比家里煮的好吃很多嘞？那当然要比家里煮的好吃很多啦，肯定是比我们一般上只是倒那个粉下去还要好吃很多，很浓郁的一个咖喱底。对我个人来讲说，它的味道来讲稍微的偏咸了一点点，它有打一蛋那些鸡肉还是嫩的，煮了这么久，它还是可以保持这个嫩度，没有到入味了。带着浓浓姜汤的奶茶，奶茶再配上一个很足的姜的香气在背后是不错的。整体是这样啦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拿捏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口味啦，因为这个是也是偏辣偏咸的。一个人来咩？啊，2个，我太太在那边。对，我就是有看你的 YouTube。哦，你有看我 YouTube？哦。早上10点到晚上9点。然后休息是星期2。这间店有30多年了。我们的 famous 是碗仔煲。
刚刚我去拍摄的时候，梁姐就问我，哎，你一个人来吗？然后我讲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带另外一个 baby 过来带了。来一个那个黑黑的 baby 来了。它就是一个清香的花味，主要的味道是以那个蜜枣为主。汤底来讲，它就不会有过重的番茄菜的味道，然后它也不会很咸，但是我觉得是适中。它的红辣椒来讲呢，它也是鲜甜后辣。这个 broccoli 来讲，我觉得它煮的有点比较软。酿料来讲，我觉得它是比较单纯的鱼肉味，口感比较接近是稍微比较软身一点。fish cake 苦瓜不到咸的苦瓜，穿烫了就比较偏向于软一点点。炸豆皮来讲呢，稍微的偏油了一点点。倒爆的部分呢，它就炸的脆脆一点，而且还有那个倒爆的香气。我是觉得它调配的这个基底是很香的，它会用豆瓣酱，所以当它包裹在这个鸡的时候呢，它就整个味道就很浓郁了。美中不足是它的肉稍微有点干涩。我觉得它这个是不错吃，它是有点偏向于米香气的。它的米浆的那个部分它不会有太多的调味了，再加上上面那个配菜呢，它是咸甜口，所以当它的菜比较浓郁的时候，它就会很好吃。这样整体吃下来，我觉得我会比较推荐它的水糕了。所以我们本期的 MVP 是谁呢？所以不用14杯，我们会选 MVP 是nasi lemak。它nasi lemak的饭呢是很香很香，还有它的不带，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很绝配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本期不用14杯的老字号，我们下期见。